团扇私婚症，血染衬衫情未尽，杨紫李现演绎极致虐恋，引爆观众情绪极限。雪夜长安，一场使命与爱情的双重序章。长安的冬夜不再只是唯美的风景线，在冷冽北风与飞雪之中，夏卫方缓缓踏上回家的路，脚步落在雪地里，没有声音，却伴随着他肩上的沉重。那一刻，他不是归人，而是即将踏上命运岔口的战士。他的一抹笑意不再纯粹，那是由痛苦洗礼过后的沉静。他的坚定眼神透着骨子里的韧劲与信仰。爱情的火苗在这场冰雪洗礼中悄然点燃。私婚症，血衬衫，燃尽绝望的誓言。那一幕，许多观众至今不能释怀。团扇尚未落地，婚证却被撕裂于寒风之中。夏卫方颤抖着双手撕开那份象征一生的契约，白衣染血，泪水如注。这不仅是绝望的象征，更是他信念的宣言。你若为国牺牲，我便为你守灵一世。他不是放弃，而是在以另一种方式紧握。他不在，他便独自撑起这片苍穹。蒋长阳的双重身份，贵族伪装下的孤狼之痛。蒋长阳的身份从来就不是一张脸谱可以解释清楚的。他是风度翩翩的将军，也是孤独卧底的密探。为了真相，他选择了假死；为了保全，他选择了毁约。他们之间的羁绊从来不靠名分维系，而是心魂交织。李现坦言，蒋长阳最大的痛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必须从最爱之人眼前死去。那一幕，他单膝跪地，血染衣襟，全网沸腾，我们战神归来。杨紫3分钟哭戏，一段心碎的燃魂表演。夏卫方抱着那件早已冰冷的战袍，孤身立于空城废墟，3分钟不间断哭戏，观众直呼心都碎了。没有夸张的声嘶力竭，只有无声的撕裂，真实的令人无法呼吸。导演回忆称，那段戏杨紫一条就过，哭完她整个人都虚脱了。这一刻，观众不再记得她是谁，只记得这位女子的眼神，仿佛世界已灰，却依然选择站立。芙蓉堂下的反叛之心，智者为战。表面温润如玉的芙蓉堂，其实是夏卫方精心布局的反叛据点。他深知战场并不只存在于刀剑之间，背后补给才是胜败关键。他将家中珠宝变卖，秘密购入兵器材料，将药炉化作铸铁之地。他用草药掩饰火药的气味，用病人流动掩护军械运输。这不仅是智慧的博弈，更是一种女性力量的觉醒与升华。在那个男权压制的年代，他没有高呼口号，只是默默行动，将每一分柔弱化为坚韧。他的智谋让战火中有了温柔的锋芒。观众纷纷留言，他不是将军，却是整场战争中最冷静的灵魂。团扇婚礼，一纸薄扇，生死为盟。这场团扇婚礼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，不仅因其仪式的唯美古意，更因其承载的深情厚谊。在那一刻，没有宾客，没有钟鼓，只有他与他对望的眼神与颤抖的誓言。他执笔写下愿随君生，敢与君死，这不是儿女情长的表白，而是一位战地女子对未来命运的承诺。她知道嫁给他便等于拥抱风暴，却仍愿一同赴死。这种以死为盟的情感，将古礼中的温柔与现实中的悲壮融为一体。观众表示，这是我见过最有灵魂的婚礼。团扇之上，不是诗词，是血；誓言之下，不是浪漫，是生死。这一场婚礼让所有的仪式感都退居次席，只剩下真正的爱与信念。从甜到痛，极致虐恋的巅峰呈现。他们的爱情从甜蜜的暗涌走向刀刃上的挣扎，是一种对极限情感的挑战。起初他们间的互动是观众熟悉的调皮打闹，眉目传情，但随着情节深入，每一次相拥都藏着诀别，每一个眼神都可能是最后的凝望。血染白衬衫，撕碎婚证，这些视觉震撼的场景不仅展现了剧情的冲击力，更体现了情感深处的爆裂感。观众不只是看剧，而是参与了一场情感的沉浸式旅程。每次更新，不少人留言心脏受不了，但必须追。这种痛感成瘾的体验源于人物之间极致的爱恨交织，使观众感同身受，仿佛他们哭了，自己也流泪；他们拥抱，自己也感到温热。疯狂还原唐代质感，
3个细节令人震撼。为了让观众沉浸其中，剧组在细节上的极致追求令人敬佩。100万朵牡丹从洛阳采运，只为拍一幕雪中绽放的瞬间。这不只是美学呈现，更是对时空的尊重。每一朵花都承载着导演的用心，每一片雪都是剧组的坚持。服饰方面，87套服装均由非遗大师亲自设计，每一寸布料都参考唐代壁画原貌，甚至连女子的发髻弯度都按史料还原。而团扇里则请来古礼专家指导，力求还原那段消失的文化记忆。这种疯魔式的还原让观众沉醉其中，不少人感叹，看完后才发现，原来历史也能如此动人。剧中每一个物件都像是有生命的演员，让画面拥有了温度与厚度。剧外情谊，敬业精神令人动容。戏里演生死，戏外是真情。在血染衬衫那场高强度拍摄中，杨紫与李现坚持亲自上阵，不用替身，也拒绝提前卸妆。他们一次次地在寒夜里摔倒、流泪、相拥，镜头结束后仍久久不愿起身，只因那种情绪无法轻易割舍。工作人员回忆称，他们仿佛真经历了一场离别。这种敬业态度不是演技的堆砌，而是情感的共振。他们不仅在镜头前扮演角色，更在情绪中活成角色。正因为如此，观众才会在观看时泪目，因为他们看到的不只是表演，而是情感本身。他们的专业与投入，让这段爱情不再虚构，而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真实情感投射。网络热议沸腾，观众期待值爆表。团扇婚礼，血誓生死恋霸榜热搜，话题点击突破5亿。网友热议，24集根本不够看，希望拍成电影加长版。更有粉丝表示，我要的是他们的灵魂永不分离。官方回应，这仅仅是开始，真正的高潮在后头。这份回应如同续命符，令无数人继续守候屏幕前。信仰不是神话，是他们选择彼此的方式。这段爱情没有王子与公主，只有命运与抗争。他们从不逃避残酷，而是在黑暗中彼此照亮。他们的爱不是脆弱的玻璃花，而是铁与火交织后的不朽之魂。或许世间再无这样的他们，但他们曾经出现，曾彼此承诺，曾于乱世中相拥而立，就已足够感动一个时代。感谢您看到最后。如果你也被他们的爱所打动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哪一个场景最让你泪崩？你对团扇婚礼的理解又是什么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更多幕后花絮、深度剧情解析，第一时间为你呈现。我们下期再见。